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35岁谭松韵在演丫鬟，颜值在线，演技好，中年转型却没那么简单。谭松韵又在新戏片场充电了，靠着柱子小气的模样，惹得粉丝们一阵姨母笑加心疼。这回她演的是古装宅斗剧里的小丫鬟，灵动劲儿十足，看得出来是驾轻就熟。但话说回来，35岁的女演员还在古偶圈里打怪升级，这事儿细琢磨，滋味有点复杂。一方面的承认谭松韵这颜值的保鲜度确实在线，说她逆生长可能有点捧杀，但演个20啷当岁的姑娘，至少视觉上没啥出戏感。可另一方面，一个已经有咖位的女演员还在同质化的里原地踏步，难免让人觉得有点意难平。这背后折射的是娱乐圈里一个颇为残酷的现实：女演员的职业生命周期似乎天生就短了一截。男演员到了不惑之年，演个金领精英、腹黑总裁，甚至演个父辈，大家习以为常。可女演员呢？一旦跨过35岁的门槛，可选剧本就像坐了滑梯，一路向下。要么在婆媳剧里家长里短，要么就得在古偶剧里强行扮嫩。究其原因，错综复杂。首先，社会对女性外貌的凝视更加严苛。男演员可以有抬头纹，可以有幸福肥，可以阅历加成，但女演员呢？一旦脸上出现一丝岁月的痕迹，就会被少女感的紧箍咒牢牢锁住。再者，影视剧的创作也存在一定偏食，市场上井喷式涌现的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角的甜宠剧，而真正聚焦中年女性情感内核和生活百态的作品却凤毛麟角。这直接导致女演员的职业赛道愈发狭窄，只能被迫加入少女争夺战。说句公道话，观众对女演员的要求也挺拧巴的。一方面，我们恨不得她们永远定格在最美的时刻，凤位不老神颜。可另一方面，我们又期待她们能突破次元壁，挑战更加多元的类型。这两种诉求本身就存在内在的张力。演员的成长注定要与岁月共舞。如果为了迎合市场，一味地追求低龄化，只会让他们的表演变得越来越刻板。也许有人会说，谭松韵演丫鬟是因为她演技扛打啊，这固然是加分项，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有的行业生态下，她或许也身不由己。放眼望去，同年龄段的女演员有多少还在古偶剧里苦苦支撑？又有多少真正能挣脱年龄的枷锁，找到与自身阅历相匹配的？这个问题远不只是女演员的中年危机，更是整个影视圈的结构性困境。当我们习惯性地将症结归咎于市场导向时，是否忽略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偏见和创作短板？演员的价值绝不该被年龄这把尺子简单丈量。一位优秀的演员应该能够通过精湛的演技去诠释不同年龄段女性的魅力和价值。就像谭松韵，即使演的是个小，也能演出自己的高光时刻。但我们更期许她能够走出舒适区，去演绎更具纵深感的，去展现一个35岁女性的智慧和韵味。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美好愿景，也是对整个行业的殷切期盼。希望有一天，我们不再用少女滤镜来审视女演员的价值，而是真正认可她们的才情和付出。如此，她们才能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释放出耀眼的光芒。归根结底，观众想看的是触动心灵的好故事，是真挚动人的情感，是引发共鸣的表演。至于年龄，真没那么举足轻重。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